全国修理公司一家。今天我所遇到的问题，你下次直接秒杀。这是一个什么车呢？本田8代雅阁啊，本田8代雅阁，2.4排量的啊。它的故障现象就是启动延迟偶发性的启动延迟。好，我们到里面看一下故障现象啊。好，看到了，就是这个故障现象啊。感觉会延迟个3-4秒左右啊，3-4秒左右，而且它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也会亮起来。它不是说每次这个都会出现啊，这个故障现象不是每次都会出现的，偶发性的啊。好，我们用电脑进发动机系统啊，报的是一个 P0339啊 ，CKP 传感器电路间歇性故障啊，间歇性故障。看到这个故障码，我们首先怀疑是不是这个传感器坏了。然后我们测量了这个曲位传感器的3条线啊，分别是黄色的12伏，中间这个棕色的是0伏打铁，还有这个蓝色的5伏信号啊，线路都是正常的。然后接着我们就更换了这个曲位传感器啊，因为像这种故障的话，既然线路正常，那一般都是我们传感器的问题啊，就更换这个曲位传感器。好，我们在更换完这个曲位传感器过后啊，它报的这个故障码有变化，报了一个 P0335 CKP 传感器无信号的故障啊。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故障现象也有变化，之前是偶发性的启动延迟啊，现在是只要一打车就启动延迟，而且仪表上的故障灯删不掉啊，这个故障灯是删不掉的，而就是说这个故障码虽然可以删掉，但是我们一打车这个马上跳起来啊。针对这种现象呢，我们怀疑可能是这个换的这个曲位传感器不行啊，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然后又重新再发了一个。好，我们第二次发的这个曲位传感器是这种啊，带标的，带一个本田标的，说是正常的传感器啊。这下想着应该没有问题了吧？结果装上去啊，故障依旧啊。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打车打一下啊，看一下。现在是换了2个曲位传感器了啊，故障依旧，启动延迟，发动机故障灯点亮，而且相对于我们老的曲位传感器呢，它这个故障感觉更加严重啊，更加的严重。好，我们看故障码。好，同样的故障码 P0335 CKP 传感器无信号永久性故障。现在我们故障现象以及故障码跟我们换的第一个曲位传感器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怀疑这个传感器它也是坏的啊，所以说我们打算给它测量一下。好，我们拆出这个曲位传感器啊，这3条线，找到这条蓝色的这一条是信号线啊，我们直接测量这条信号线的电压。好，我们万用表红表笔接到我们的信号线上面啊，然后黑表笔接打铁，我们测量其电压啊，信号线的电压没有电压啊，看万用表上面是显示的是电阻啊。好，那说明这个传感器是有问题的啊。正常的话，我们这样测量的话，插上插头测量这个传感器的话，信号电压应该是5伏，啊。好，车修到这里已经换了2个传感器，而且我们这个故障始终没有解决。我们这个整个人啊，其实已经变得更加谨慎了，也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了啊。因为再修不好的话，我们客户可能就会找我们的麻烦了。到这里的话，我们打算把这个旧的传感器给它插回去，再给它测量一下啊。因为这个旧的传感器它这个故障现象没有这么严重啊，而且它的故障码是可以删掉的。好，我们把这个旧的传感器给它插回去，测量一下，对比一下啊。好，我们这右手这一个就是旧的，我们现在给它插回去。好，我们下面测量也是同样的，测量这条信号线啊，看是否正常。好，我们红表笔接到我们老的这个曲位传感器的信号线上面啊，黑表笔这边接打铁啊。我们看一下电压，5伏啊。竟然我们这个老的它这个信号电压是好的啊，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啊。好，我们下面再确定一下这个传感器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好，接着我们找一个这样的铁啊，来靠近我们这个
曲位传感器啊，看这个电压是否变化。如果变化，我们这个曲位传感器就是正常的啊；如果不变化，那说明这个曲位传感器有问题啊。好，我们靠近，好，拿开，好，我们再靠近。好，电压是有变化的啊，那说明这个曲位传感器它是好的啊。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个老的曲位传感器它竟然是好的啊！现在我们才意识到这个情况的严重性啊。好，接着我们查阅资料，发现这个，当我们报 P0339 曲位传感器信号间歇性故障的时候啊，我们要看这一项数据流啊，就是曲位传感器的噪声啊 ，CKP 噪声这一项，正常它这应该是0啊，这一项对应的，它现在显示2。那说明这个噪声这一项数据流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曲位传感器噪声这项数据啊，如果在非零状态啊，比如说我们2、3、4显示2、3、4都是非零状态啊，我们刚才显示了2，它这个车有时候显示4，反正都是非零状态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曲位传感器的信号传递的这个系统啊，整体的系统它是正常的，但是可能存在间歇性故障啊，就是间歇性故障，需要去检查我们曲位传感器的线路或者插头是否接触不良，或者线路哪里有松动的地方啊。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排查过了。还有一项就是也可能是我们这条线啊上面有干扰啊，就是曲位传感器信号线的信号受到了干扰而导致啊。而这个8代雅阁它最特别的地方，区别于我们其他车型啊，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这个启动机要是不好啊，在空载启动的时候，启动机的空载电流就会变大，空载电流变大过后，就会对我们的曲位传感器的信号线啊产生干扰啊，就会导致我们此故障的发生啊。所以说这个故障就是我们进气管下方这个启动机啊不好造成的啊。直接拆卸更换这个启动机就可以搞定啊。这一个是拆下来的启动机啊。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更换这个启动机的时候，一定要换我们原厂的啊。如果品牌的话，可能会让你怀疑人生啊。好，我们现在启动机已经装好了，电脑里面的故障码也没有了，好，启动正常啊，没有延迟的现象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数据流，我们也是啊，找到 CKP 噪声啊这一项，现在显示0了啊，恢复正常啊。好，这个视频啊，我觉得干货满满啊，而且视频拍摄不易啊，还望我们刷到视频的兄弟给我点一个免费的赞啊，我将感激不尽啊。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好，拜拜。